普通人考公为什么难上岸？10年寒窗比不过天价外挂，爷爷那代靠成分，爸爸那代靠关系，到这代竟要靠替考抢编制。听财阀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据上游新闻报道，一个公考替考团伙6年时间在全国各地替考89次，敛财超过1000万。直到被抓，已经有100多人靠着这种手段上岸，成功入职了党委、政府、公安等要害部门。2026年国考371.8万人的报考大军，平均98人竞争一个岗位，说是百里挑一，毫不为过。这被无数普通人视作改变命运的机会，竟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。他们是如何撬动国考大门的？这事儿得从广东鹤山市法院的一份判决书说起。一个以张某杰、陆某强、李某为核心的替考团伙，从2014年到2020年整整6年时间，组织枪手在全国10多个省市替人考试89次。这可不是小打小闹，他们收的替考费加起来超过1000万元，简直是把公务员考试当成了自家开的绿色通道。最离谱的是，这群枪手可不是什么业余选手，都是高学历人才，有的甚至是名校毕业。你想想，本该为社会做贡献的聪明脑子，全都用在了怎么钻空子、怎么造假上。通过他们服务成功上岸的考生多达100余人，遍布党委、政府、公安等多个系统。不过法网恢恢，案发后这些人全部被单位开除，一个没留。如果说普通作弊是小作坊，那这个团伙的运作模式简直就是2个字：高级。他们玩的是定制化替考服务，先看客户长什么样，再从自己的枪手库里匹配长相相似的，如果找不到特别像的怎么办？别急，人家有高科技。团伙里有技术人员专门用电脑合成照片，把考生和枪手的脸混合一下，做出一张既像你又像他的神奇照片。拿着这种照片去报名，监考老师一看，有点像本人。过，这还没完，他们还能伪造身份证件。枪手拿着假身份证、假准考证，大摇大摆走进考场，就靠这套组合拳，6年里骗过了10多个省市的考场安检。你以为公务员考试防线固若金汤，在这群人眼里可能就是一层窗户纸。这个团伙的业务能力简直能让不少正规公司汗颜，从招揽客户、匹配枪手到技术合成、证件伪造，再到考场协调、售后服务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。他们甚至能根据不同考试的特点安排不同专业的枪手，考行政能力测试派谁，考专业知识派谁，都有讲究，收费也不便宜，根据考试难度和上岸后的单位好坏，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。即便如此，客户还是络绎不绝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小打小闹，而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地下产业。它能存活6年之久，说明市场需求旺盛且稳定，形成了一个畸形的供需市场。这千万赃款的背后，是无数个普通家庭为孩子报培训班、买复习资料的真实血汗钱，以及那些被骗走的本应属于其他人的工作岗位。为什么这么多人铤而走险？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笔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，投入10几万，一旦成功，获得的是稳定的编制、社会地位和长期的福利回报，看似一本万利，这也是他们敢铤而走险的经济动因。但案件告诉我们，这项投资的风险是本金尽失，外加信用破产。不仅公职被开除，人生留下无法抹去的污点，未来还可能面临一处作弊、处处受限的诚信惩戒。这笔买卖从一开始就注定血本无归。说到底，还是公务员这个铁饭碗吸引力太大，稳定的工作、不错的待遇、社会的尊重，让一些人愿意为之一搏，哪怕手段不光彩。更可气的是，这些作弊成功的人占了本该属于那些寒窗苦读、认真备考的考生的位置。你辛辛苦苦刷题1年，不如人家花几万块钱找枪手，这公平吗？但替考最可怕的后果不仅是不公平，更是对公共财政的隐性掠夺。从财经方面分析，一名基层公务员年均综合支出约15万元，如果这个人是靠替考进来的，能力不过关，那么这笔财政支出就可能被浪费。假设一名替考者工作了10年，就相当于消耗了150万元财政资金。这种浪费是沉默式的，它不会立刻暴露，却在悄悄腐蚀政府运行的效率与公信力。法律可不是吃素的。这起案子最终被查处，主犯张某杰、陆某强、李某等人全部落网。鹤山市法院以组织考试作弊罪，判处主犯5年6个月到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，还处以巨额罚金，最高的被罚了100万。这一判决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，公务员考试是红线，谁碰谁倒霉。就在这起替考案引发热议的同时，202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也悄然发生了变化。今年国考有个大变化，年龄限制放宽了，从以前的35岁以下放宽到38岁以下。如果你是应届硕士或博士，那更宽松，可以到43岁。
别小看这放宽的几岁，对很多大龄考生来说，简直是最后的救命稻草。为啥要放宽年龄？很简单，咱们国家劳动力平均年龄已经接近40岁了，随着延迟退休政策推进，35岁的职场魔咒早就该打破了。这次国考还有个特点，向基层倾斜。招录计划中，超过2.8万个名额是给县区及以下单位的。国家在鼓励更多人去基层锻炼，为老百姓做实事。一边在严打作弊，一边在拓宽正规渠道，这个信号再明显不过了。国家要的是真才实学的人，不是弄虚作假的关系户。出了这么严重的作弊案，考试部门也不是吃干饭的。国家每年都在增加考试安全投入，近5年专项经费年均增长超 8%。以前进考场，老师拿着照片比对一下就行。现在呢，人脸识别加指纹验证加公安系统实时比对，3管齐下。想用合成照片蒙混过关，门都没有。系统一比对，分分钟现原形。考场里面也有新花样 ，AI 监考系统。这玩意儿能实时分析考生行为，谁老是低头，谁眼睛乱瞟，谁动作异常，系统马上预警。更厉害的是，现在考试作弊后果严重的很。一旦被发现，不仅这辈子别想考公了，还会被记入全国信用系统。这意味着以后贷款、就业都可能受影响。但话说回来，与其挤破头，不如把目光放在未来。2026年已经开启，这是国家“15+5”规划的开局之年。看看新闻，各地都在起步就冲刺，一批批涉及科技创新、产业升级、城市更新的重大项目密集开工。从商业航天、低空经济到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，各行各业都在张开怀抱。这意味着我们的努力和才华完全可以投向更广阔的天地，在科技创新、在实体经济、在新兴服务业等各个领域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。说到底，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座独木桥，它应该开辟出越来越多的阳关道。